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6月14日下午的16点0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昨天美股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下跌，并且走出了一个新低。这个新低出现之后呢，我们认为在日线上再次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它是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日线反弹，然后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最终呢跌破了120周的均线。要知道120周均线对当前美股行情来说非常重要，跌破120周均线呢，意味着美股的下跌空间已经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认为美股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呢？一个月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最终呢酿成美股的本年度最大的一轮熊市。可以说呢，美股是从08年开始起涨的08年起涨之后连续涨了十几年，涨了14年，涨了14年之后首次进入熊市的进程，并且这轮熊市我们看到了是由两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构成的，然后第二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日线级别反弹，然后日线级别下跌，走出了一个新低。这意味着它的时间级别将要放大到月线级别。下跌的时间周期呢将要放大到月线级别，所以呢目前仅仅是一个开始熊市的开始，跌破120周均线意味着一个熊市在美股这方面已经开始了那我们看到上一轮美股跌破120周均线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这是在20年出现的。20年因为原油危机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原油危机加疫情的这两个因素出现了周线级别下跌，下跌速度它是快的。那本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两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最终呢构成月线级别下跌吸油的八阶位置目前处在月线级别下跌的八阶位置，上面呢这是悟空阴线组、八阶阴线组下方呢还有很大的空间要走那我们给予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吸油月线级别下跌吸油趋势当中的目标位将要达到25000点将要达到25000点那美股的下跌呢必然会引发比特币持续的下行同时呢我们认为周线级别上在当前时间点周线级别跌破之后今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它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反弹，这个反弹幅度接近1%这意味着美股今天晚上将要有一个高开高开之后，但它上方阻力位已经运行在31251这个也就是这个均线附近，所以呢高开之后还要继续往下走因为它的趋势已经完全破坏了。经过3连阴之后4连阴之后，走出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美股的下跌趋势已经打开。回到比特币我们从一个大的时间周期周线级别上来观察比特币目前所处的一个状态从48000点开始算经历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我用紫色方块看我的视频一定要看图紫色方块这里分别是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这是第一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做了什么呢？做了4小时级别的反弹，我们调整到4小时级别刚刚我们做出的动作是从周线调整到4小时级别为什么这么调整呢？因为本轮比特币非常弱势，我们看到了美股出现了日线级别反弹，A 股呢甚至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反弹，并且 A 股今天还是非常强势，但比特币这轮行情当中反弹的力度非常弱势。我们看到了黄色的这个收敛动作它的最大的反弹力度是这里4小时级别的反弹。同时呢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上方有个$33000的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日线级别的压力位，日线级别从去年1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33000形成的压力位，那反弹到32500附近反弹到这个高点32500附近发生对称性的下跌4小时级别上涨，4小时级别下跌，最终呢它形成了一个窄收敛结构，在这个窄收敛结构的焦点处发生跌落这个跌落呢，跌落的时间点是在上周末这就构成了
它突然组成了两个周线级别的下跌阴线两个周线级别的下跌阴线。那么行情分析到这里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第一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经过4小时级别反弹形成窄收敛结构之后再次跌落它构成了第二轮的下跌吸油。时间级别我们看一下时间级别是周线级别的。那第二轮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第一根阴线呢，也叫悟空阴线，是上周的阴线。这个位置呢是悟空阴线，然后8阶阴线。那么我们当前点位22770，这个位置呢是处在8阶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从周线这里来看呢，下方还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下方还有这两个目标位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当然我们把时间级别再次切换在这轮行情当中这两根大的周线级别下跌阴线的调整到日线级别之后，我们发现了它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6月10号这是悟空阴线因为它跌破了结构。然后6月11日这里是8阶沙僧唐僧一轮日线级别下跌吸油走完。那我们认为日线级别下跌吸油走完之后，有可能发生什么呢？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如果出现反弹，我认为是在小日线反弹，并且小日线反弹到4小时级别反弹，并且当前呢我们观察到了它有做小日线反弹的这个动作正在做，走到了一个沙僧位的位置上这根阳线呢是小日线级别的，我们认为是悟空阳线8阶阳线组这一阴一阳呢认为是8阶阳线组，然后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样呢如果反弹到23500这是完成了，意味着它完成了小日线级别的反弹吸油。那我们把它打到4小时级别看4小时级别线上目前有一根阳线了，把4小时级别的这根阳线当做悟空阳线。如果是4小时级别反弹的话呢，我们认为这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8阶沙僧唐僧也就是说4小时级别反弹可能到达25600这样的位置。日线下跌之后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它可能会有小时线到4小时级别反弹我分别给出了这两个时间级别反弹的一个目标位但是呢行情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所以呢我们要积极的布局空单。怎么布局呢？我认为是在反弹过程当中布局空单那怎样布局呢？我们说了这轮行情出现了周线级别的两根大阴线之后你要有3种准备。第一个呢是行情继续下跌，那么我们就在小时线级别的这个位置上，小时线反弹的目标位上布局个空单布局一个仓位因为只有你布局仓位之后才能与行情产生关系。你与行情产生关系的话行情继续的下跌，继续运行这个熊市的话我们才能从中获利。那从哪几个时间级别呢？我们刚才说了小日线和4小时级别，行情有没有可能发生对称性的上涨和下跌呢？我们现在打的是4小时级别之前行情当中有过这种现象我们看到了这里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位置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和对称性的下跌。那么在这个急速下跌之后，也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的下跌和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的下跌和日线级别的反弹。那么我们在行情当中就要有这种准备控制自己的仓位尽量清仓布局分布式布局在3个时间级别上布局，一个呢是小日线，一个是4小时线，一个是日线要有这3种布局的准备。因为当前行情是一轮急跌从日线角度来看从31000点到这个20859这个低点已经跌了34%已经跌了34%。所以呢这3种可能性要分别考虑到所以呢在布局第一个仓位的时候，仓位要轻第二个仓位呢，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反弹仓位可以中度如果出现对称性的反弹可以加大一些仓位，这样呢你在3个时间级别反弹的过程当中
都布局仓位都考虑布局这个仓位更容易能够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我刚刚看到这个icon出现了一个快讯，说很多多单很多空单在这个当前时间段还没有出现这个小日线反弹的过程当中就被拉升爆仓了为什么爆仓呢？原因就是我认为它的仓位控制不合理仓位控制不合理，他不懂这个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逻辑性你只有清楚的知道行情是由方向变换、时间级别变换不断切换的，你才有可能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才有可能在行情当中获利布局行情，你要知道趋势，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并且有预判的了解你可能行情可能到达什么样的位置，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布局再次布局或者加仓自己的仓位你现在清楚的是行情是下跌趋势，但是你不知道行情随时可能反弹到什么样的位置所以你要通过这个图形通过这个 K 线西游战法这个图形化的理论去建仓去耐心的去建仓，控制仓位，控制倍数，最终获利我的理念当中，行情只有3个东西：趋势、位置、仓位后来我又加了一个时间因为时间确实很关键美股的开盘时间，美股的收盘时间，每天晚上的12点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这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还有这个 A 股收盘时间3点到4点这个收盘时间，这都是一些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在这些时间点去建仓去布局，在这个方向有可能发生改变的时间去布局会容易得到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利润。当然了，现在是趋势是下行，我还是建议去布局空单，但是布局空单要有自己的方式方法方式方法呢，我在这里很多堂课上已经给到了，按照 K 线西游战法这个大时间周期，比如说大时间周期下跌，你要在小时间周期反弹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布局的仓位。那大时间上涨呢，你要在自己要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在牛市的时候大周期上涨的情况下你要在小周期回调回打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布局多单的仓位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的逻辑性的你了解这种 K 线运行的逻辑之后呢，就会在这个行情当中如鱼得水找到自己的方向不至于在行情当中很多妖怪 K 线，也就是干扰 K 线的情况下迷失自己。然后今天我测量了一下以太坊的跌幅，这波以太坊呢是相对于上轮行情是超跌的我们测量一下，以太坊当前跌了78%78%，最大的跌幅达到78%。那上轮行情18年的行情当中呢，以太坊的跌幅是在75%这个75%是以太坊在6月底形成了一个平台之后构成的我们可以把它打开看一下就是这是18年的行情，我们现在看的是周线以太坊第一轮下跌，它形成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同比特币类似的，它的第一轮行情下跌幅度是在75%，那这轮行情下跌的如此凶狠下跌了如此凶狠，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下跌了78%在这里呢已经下跌了78%。虽然当前行情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但呢我们虽然是做空，要预防以太坊出现反弹或者更大时间周期的反转因为以太坊目前是处在一个超跌，这个超跌呢是同18年相比的18年第一阶段的下跌是75%，
啊，但这轮行情以太坊已经跌了78%啊，超跌啊，超跌。但是呢，以太坊我认为啊，到年底的时候它会出现$500以下的价格。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是回看一下以太坊的现货啊，在18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打到周线啊。你看啊，第一轮下跌之后形成平台，形成震荡的平台，然后再次下杀啊。比特币呢也是类似于这种结构啊，比特币呢也是类似于这种结构。我们看到比特币第一轮下杀之后形成平台啊，它的振幅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最后周线级别上几乎成一条线了啊，日线级别呢更是一条线啊，更是形成了一条线。这个位置啊，更是形成了一条线，但最终呢，一个快速的下杀，跌破了平台。那么我们这轮行情啊，以太坊同比特币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平台，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呢，这个位置我们做空也要小心了啊，因为已经打到接近$1000了啊，已经打到接近$1000了。做空呢要小心，同比特币的策略类似的是。啊，我们要在什么时间做空呢？啊，要在它能够出现小时线反弹或者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啊，再布局空单。啊，这个位置呢是急跌啊，急跌之后呢，虽然在周线级别上它出现了一个第二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的一个趋势。啊，上方啊是第一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这个位置呢是第一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从这个位置啊，上周开始算是第二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虽然有这个快速下跌的趋势，但是呢，我们要提防它在这里形成一个平台啊。我们可以看啊，图形上我画出了一个弧形的结构。那目前呢，下跌速度过快，距离这个弧形结构的边线啊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在急跌之后有震荡整理的可能性啊，有震荡整理的可能性。只要出现震荡整理啊，像上轮行情当中出现了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震荡整理啊，运行时间非常长，那么行情呢就是一个什么呢？绞肉机的状态啊，绞肉机的状态。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一轮行情跌破之后，它是持续下跌，在持续下跌当中，作为空头呢非常好赚钱。但一旦市场出现震荡，来回的震荡啊，它就像一个搓衣板啊，多空双杀，多空双杀，最后呢才走出自己的方向啊。所以呢，在行情当中要小心谨慎的布局啊，小心谨慎的布局，时刻呢要设置一个止损，并且在设置止损的前提下啊，布局啊，耐心的布局自己的仓位，分仓进场。然后我们这次回头看一下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目前呢它正在走出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走出这样的结构。那证明什么呢？证明它的目前的下跌结构还是有效的。当我们看这个下跌结构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相当于以太坊价格啊对比特币的一个变速箱啊，它的这个结构啊仍然处在下跌趋势当中，并且距离焦点非常远。我们在这里啊连接了是日线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啊，离得非常远的情况下，证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还有下跌空间，直到接近焦点可能发生变盘啊，也就是说以太坊的反弹可能力度会强于比特币。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啊，以太坊仍然弱于比特币啊，并且呢我们观察到了上堂课程说了，它的这个下跌会和它的上涨相互平行啊。那么从这里来看啊，以太坊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做空标的啊，所以呢做空首选以太坊啊，在当前行情当中，并且呢我们要耐心等待啊，它如果出现小日线反弹到4小时线的反弹啊，可以进场加仓啊，可以进场加仓。昨天有人问这个$500能不能到啊？他说$1000啊是一个
以太坊的挖矿的成本价，我认为它是绝对到的啊。到的时候，这个价格到的时候啊，以太坊跌破$500或者到达$500的时候，它会颠覆你对挖矿价格的一个认知，挖矿成本的一个认知啊。行情是惨烈的啊，行情是不管你什么成本的啊，大概率的时候都是按照趋势来走，不会考虑到你的任何成本和你的个人任何感情色彩啊。所以呢对这个下跌没有认知的朋友啊，市场会给你最好的答案。那这轮山寨还有人说略显强势的原因呢，是因为像 C98 这种啊，它已经做出了一个小日线级别反弹啊。那我们比特币和以太坊没有做出这样的动作，所以呢，做反弹的话可以考虑山寨啊，但是要考虑略强势、受资金关注啊，并且是当前热点的一些山寨啊。考虑到这些情况啊，你做热点啊，做热点比较好，在这个行情当中获利。像之前的 FLM 啊，这个流动性是非常强的，它做了一个什么呢？做了一个小日线的4L 级别上涨啊，它是一个4L 级别上涨，然后急速的下跌。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啊，它的这轮4L级别上涨之后，用小时线做了下跌，小日线级别下跌期做了下跌。它做了什么动作呢？就是缓涨，4小时级别的上涨，小日线级别下跌，急跌啊，直接在行情当中对多空进行了双杀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趋势啊，在这轮行情就走坏了啊，趋势在这个行情当中就走坏了，并且我们研究一下它的规律啊，它的规律就是每次一波行情之后必然做对称性的下跌。那我们现在看的是周线啊，周线它有这种结构，日线上呢同样会有这种结构啊，所以呢，我们做它的话，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山寨啊，做它的话就做单边啊，比如说你做多头的话，它有大的阳线的情况下，日线级别的话，你做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结束之后啊，你做它的空头，对称性的空头啊，如果你喜欢做空单的话啊，你等待它日线级别上涨或者周线级别上涨结束之后啊，慢慢布局空单啊，做它的 K 线吸油战法当中的时间切换、方向切换啊，周期切换、方向切换啊，这样呢才能在这个山寨行情当中啊比较容易获利。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